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好的，再回到呢，由中华排协呢为各位带来 ABC 台中银行呢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我们在方才呢结束了第一场比赛的转播之后，第二场赛事呢将是持续由我们台湾的代表刘碧欣以及吴淑芬呢要来面对澳洲3队的这个 Colin 以及 Plessy。那这场比赛呢，依旧是由我主播钱伟成以及我们的球评顾乃涵老师呢陪同各位来欣赏比赛。那这场赛事呢，依旧是在这个屏东的大鹏湾啊。那讲到大鹏湾，大家应该也是蛮熟悉的。这边呢，就是阳光沙滩美景。那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呢造访屏东的赛事。那方才呢，老师也说，哇，这个比赛的场地呢，真的还蛮适合比赛的。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常去国外比赛的时候，它其实都办海边，然后有风，然后跟阳光，其实很适合沙滩排球，因为就是挑战比较多。而且对于选手来讲，我觉得那个心态可能也比较不一样，因为有些的这个场地呢，事实上有点类似人工造起来的，像这个巴黎奥运呢，其实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呢打造起来的一个这个不是在海边的一个场馆啦。那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大鹏湾的这个场地上面来说呢，可能对选手来讲，当然靠近海边，不过也是非常高的不同的一个挑战。那这场赛事呢，对于这个碧欣以及淑芬来说呢，他们在这个积分上面呢，其实目前来看呢，其实是比前面一场比赛的亚轩以及资怡，就今年赛季来看呢，他们的积分呢是两个人总和呢是有来到192分，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21支的参赛队伍当中，在积分的排名呢是能够排在第15名，但是在这个他们今天的对手澳洲3队的这个 Plessy 呢，以及这个 Colin 呢，是积分274，他们是排在第14。所以换言之呢，就是第14名跟第15名要在这场比赛去面对分组的第一场赛事。我讲了铺梗这么多，就是实力很接近啦，就是这场比赛我们要想办法拿下来啊。是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个碧欣跟淑芬的这一个搭档，其实老师当然也非常熟悉，因为这边也有过去的队友嘛，对，两个都是我搭档。都是搭档。所以老师这场比赛你怎么看？因为毕竟澳洲3这一队好像是比较年轻的青年队，对，那他们之前才参加过21U 的青年比赛。那碧欣跟淑芬其实沙滩排球的经验应该会比他们多，对。那碧欣的发球跟淑芬的强攻，如果这2点搭配起来，应该是会轻松打。是哇，我们希望战况呢，就如老师的预测哦，能够照这个方向来走。不过对于这个 Colin 呢，以及 Plessy 来讲啊，因为在赛前呢也跟他们稍微小聊了一下，这个基本上你可以从他们的身形来说，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条件呢，可能会比这个碧欣以及淑芬稍微好这么一些些，也就是说有一些身材的优势。当然在沙滩排球，除了身高之外，刚才我们第一场比赛看到了，其实机动性的反应、时间差的掌握跟队友之间的默契，那这都是能否拿下比赛非常众多的因素。所以身高不是唯一。对。好，在暖身完毕之后啊，赛会的这个场地人员呢，也再去做一些整理。然后你可以看到啊，真的因为这个温度慢慢已经来到了30度以上了。在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刚才在问老师说，哎呦，这个场地要来整理，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同仁呢，除了要把线拉好之外，也在场地里面喷水。然后老师刚才也说了，就说这个温度真的很高，大家都有去沙滩玩水的经验，从这个最外围的停车区一路穿着这个光脚或者是穿着拖鞋走进来，那个沙的这个热度，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过，所以你就知道，对于选手来讲啊，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画面上的这位老兄呢，则是非常悠哉的呢，在海上等着他想要搜寻的浪。排球场观赏2025年台中
好，这场比赛待会就要正式的展开了。在赛前的主办方也要来进行 announce。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Band Beach Tour Pingtung Open. Match number 3, Chinese Taipei versus Australia.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Wu Chong from Hong Kong. 来自香港。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陈义奇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澳洲队 Team Australia. Number 1, Matis Colon. Number 2, Joey Duke Palacios. 接着介绍中华台北队 Team Chinese Taipei. Number 1, 刘碧欣 Number 2, 吴淑芬。好，在球员介绍进场完毕之后呢，双方在待会呢也要来先礼后兵一下。那这场赛事呢，随着时间的前进啊，已经来到了快要9点半钟了。然后在我们的转播台旁边呢，渐渐的有更多的这个观众呢来到了现场来欣赏比赛，因为这边一共有6个场地哦，所以你想要看哪一个国家的比赛，就任君挑选。所以这次的我们在透过我们的这一次的直播呢，在 MOE Sport ABC 的这个官方网站以及 Hub Sport 上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精彩的赛事。那如果你想来到现场的话呢，就是前进屏东县的东港、大鹏湾、青州的滨海游憩区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来自各个不同国家呢所带来的沙滩排球的精彩对战。第一分我们要先想办法拿下，没有。在比赛的初段啊，因为这是第一天，然后第一场赛事，就是需要尽快的想办法暖机完成。所谓的暖机跟温度无关，有时候你要赶快把比赛的感觉非常迅速的找回来。好球！这次的杀球非常强，对方也救不到了。主分的得分，再往前。看起来气势相当的不错。Nice。虽然才在前面的这个第3分而已啊，但你会知道各个国家或者是选手的特性上面来讲，比赛的节奏都不尽相同。对。刚才顾南涵老师啊说这场比赛要轻松拿下，的确先守住了，往前，好球！虽然才打到了第4分，但我已经非常认同老师说的话。而且毕竟他在打虚攻这个部分很阴柔，而且也很准确。对，有时候高人其实很讨厌守小球。好球！再来一记，哇 ，Show time！ 在这一次呢，我们的台湾1队、台湾2队啊，那现在画面上看到呢，这个毕欣已经熟分呢，就是台湾1队。那在1队上面呢，这一次是分在 H 组，一共有8个组别，等于是就分在第8组了。也是同样的，这一组里面有3支队伍，所以3取2。那就如果这场比赛拿下来，基本上就先吃个定心丸了。对。好球！接得不错，往前没有办法拦到。淑芬也找到了对方拦网的一些的空档，直接打了一个斜线的角度，瞬间拉开了比分5比2。这场比赛看起来第一局的赛事啊，目前战况发展非常振奋人心。对。而且在待会呢，马上我们前面的连续4场比赛都会看到台湾的团队出战，所以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转播呢是非常这个有主场优势的。没错。可惜了。拦网不小心触网。对。
5-3。哇，要稍微修正一下，只能勉强打过去，没有落在界内，所以现在让澳洲3队呢是连拿了2分，把握一下。抓第一时间，这样子，球还活着，慢一点。好，调整一下。好球！这真的就是不跟你斗力气啊，直接跟你斗智了。非常好的经验。对方接发不错。好球！哎呦，这个杀球也相当具有爆发力。人高的优势，哦，磅数很重。所以看到 Blessy 是这个身高啊，应该是目前场上最高的了。好赛。都还是能够稳定的维持在2分的领先。但还是希望能够先把这个差距拉开到3-4分啊，这体感上会比较安全一点。对，对方并没有接好，要来修正，应该只能勉强打过来了。好球！好，做的有点靠网啊，刚好也被对方给拦了下来。1分差。好球！冷静哦。对，这就是见招拆招啊。虽然坐的位置呢没有很理想，刚才看到对方啊，这个防守的位置呢做了移动之后呢，直接见缝插针。其实澳洲这队的接发球比较动作没有那么扎实，所以如果在发球上有做压迫，应该会比较轻松好打。哎，他出网，好球！对，这个 Colin 呢是想要这个把他这个弹跳的，应该说击球的制高点啊给做出来，但这个往前冲的力量真的太大了，加速跑的力量太大了。好，3分的领先。好，来到了往前拦一颗哦，可惜没有推到球。Timmy 是有抓到的。小小的变现了，这球也打得精彩。接得不错，往前，再来，还有再来做一波。好球！还有，冷静。有在界内吗？啊，非常可惜，这是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我们第一次看到的这个多次的来回啊。对。想要打到后场，这个用意是绝对良善。哇，这个时候好像天时的部分呢，并没有站在我们台湾这一边，已经能够过网了，结果没有落在界内。连续的追分，现在双方战成9-9的平手，要赶快调整一下。这时候就直接不用多说2个字，谢谢，把分数收下来。前面的2局啊，就是谁先拿到21分呢，能够获胜。好球！对。
南韩老师刚才就讲啊，因为他们的接发球不好，所以一开始的发球如果能够像这样子的角度、这样子的力道啊，有侵略性、有威胁性，就有机会直接取分。没错，再靠一个拦网，哇，真不容易。技术暂停。好，让两边调整一下，现在仅仅就有1分的差距而已。原本在开局的时候呢，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轻松的拉开，结果没想到呢，这澳洲3队啊，我们方才就说这2个团队呢，实力在积分上呢其实非常接近，而且甚至对手在目前的积分呢是高出我们一点点。对，这是一场5-5波的较量。但是澳洲队身高真的是很高，所以他的点也比较高，但在于基本动作，所以我们的发球跟打球的落点，如果可以再细一点的话，其实应该会很好突破。因为毕竟澳洲队是年轻队。对。在前面的比赛，我们见招拆招，也就是说临时反应上面呢，临场应变的能力上面呢是优于对手。好，暂停回来。他有触网。老师别冲动，好，这个时候我必须得把你拦下来。太激动了，太激动。其实我的内心跟你一样激动。现在还在平手的阶段，许久没有漂亮的得分了，nice。现在需要这样子的分数呢，来提振一下士气。哇，非常潇洒的1分啊！1分差。想要去抓第2拍的时间去做拦网，真的，因为这个 Plessy 的身高真的是比较高啦，对，所以他的这个击球的制高点，第一时间呢，如果他们做球的角度 timing 有抓好啊，要拦到真的是不大容易。要卡吧？还有，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及时起身了。这个时刻呢，就让澳洲3队呢正式的反超比分。这个镜头，你看导播带的多好，这真的就是身高差了啦。对。好球！这边也有一点点假动作，骗到了对手，这就是经验。在空中小拿一杆之后呢，改变了球的落点，13-13。好球！能够直接拦网拦在界内，再把领先的位置呢给要了回来。双方都还在适应，就是对手的节奏，我觉得。好球！啊，可惜了。顺风。哇，老师讲到了一个关键这就是在室内跟室外的场地啊，就是说最大的不同。对，就是说在户外的这个运动比赛里面呢，就是必须得把天气的因素呢给考量进去。做好接发。好球！很冷静的应对哦。打点打得够准。好，对方只能勉强去修正了，回击界外。
所以在真的是在接发球的比例上面呢、澳洲三队的这种稳定性比较没有这么好。对。现在到了比赛的中后段，这边又勉强的修正，我们直接打回去。哎呀，错失了一个好机会。每当 Plessy 来到网前的时候，其实不管在攻在守都有一些压力。接一颗回来。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运气分，天不从人愿，结果让对方现在把分数给追平了。球，好，没问题。要能攻，也要能守。毕竟的经验还是好的。对，也比较冷静。嗯，但我们现在需要好上加好，再来一个好的发球。才刚讲完，对方打不过来了。因为澳洲队现在是处于顺风，所以他在接球的时候很容易比较上网，所以我们这边应该要注意就是往上球。对，这两边不同的这个风向啊，其实打法攻防两端都要去做一些及时的调整。对，好赛。好，这一段的得分啊非常关键。那澳洲三队呢也知道，因为现在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毕星以及淑芬来说啊，在2分可以抢到第1局的获胜。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是的，而且刚好毕星在这边的发球是处于逆风，所以球如果有吃到的话，其实它容易急降，那在接球的准备就会来不及。对，会出现在排球场上面突然出现了棒球声卡球的效果，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就是说，当然，沙滩排球的这个运动项目在台湾来讲啊，都还在发展的阶段，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环境，然后让选手能够参与更多的比赛。所以包括在场地的适应啊，这种风向，其实很多的我们讲台语就美嘎，真的也是要靠着一点一滴的经验给累积起来。是的，就是要比赛够多，要吃过亏你才能够记得住。真的。所以我们老师应该坐在我身旁的老师应该吃了不少亏，学了不少经验。但这一切都是选手非常重要的养分。对。好球。Nice。应该是自己没有打过网。对。好，听白啊。20-16 ，set point。好球！可惜了。差一些，非常接近。这一次的发球啊，剑走偏锋，一个斜线的角度啊，没有能够压在线上。这一分想办法拿下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第2个团队的代表刘碧欣以及吴淑芬呢，面对澳洲3队，在第1局的比赛里面呢，是先抢下。队以21-17赢得第1局。End of the first set. 21-17，其实双方就是4分的差距。那比赛中呢，其实一度双方呢， 就是我觉得都有一些起伏啦，因为在比赛的初段的时候，毕竟
以及淑芬呢是能够拉开到这种3分4分的领先，但突然也遇到一些这个小乱流，就对方追上来，甚至还反超，但这时候也展现了这种球员的经验以及他们的抗压能力，最终还是以21-17，4分的差距呢，先抢下首局的胜利，避免夜长梦多啊，不要这个打到决胜局哦，就是连拿2局呢，赶快早点打完，早点休息。是的。因为我们提到，就说，因为有的分组是只有2队，那就是代表你可能今天就是一场比赛而已。对。那如果是在分组里面有3支队伍的话，那你至少这一天要打2战。对。那就会比较吃力一些。记得雅轩跟志颖好像下午1点。啊，没错，在下午的1点30分，于亚轩以及潘姿怡呢，要来面对印尼的这个伊顿。好，第2局的比赛开始。现在澳洲3队这边呢，先取得点。Messi Conlon 拿下了第1分。包起来！哇，被调到后场去。在第2局的开局啊，澳洲3队呢是连拿了2分，而且这2分呢都是由这个 Messi Conlon 呢所拿下。这 Conlon 就持续的发球。第3颗了。啊，结果这边的判断有些失策啊，就最后是落在放掉之后，球落在界内。对。一开局，对方一个3比0的攻势。好球！还是得靠刘碧欣，在他今天在整个球的控制啊，以及判断防守的站位、空档上面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好，轮到我们来发球了。还有。好，还得再守一波，打到网带，机会来了。举球！哇，这边做球并没有做好啊。对。蛮可惜的。对方这边插到网带，就举到对手的身上去了。在第2局的比赛有些出师不利啊，让对方现在都还是能够维持3分的领先。这边接发，小小的修正，哇，只能先打过去了。可惜了。对于刘碧欣以及吴淑芬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局。赶快，比赛节奏要赶快做调整。再来，好球！这就是碧欣厉害的地方。当对方的这个常人在往前的时刻啊，硬碰硬，有的时候不是最好的道路。因为对方拦网其实高，所以在接球完其实可以多做一点移动，让拦网手去做移动。虽然分数稍稍的被拉开，但因为才在比赛的初段啊，倒也不急着要主动去这个请求暂停了。先来看看前面的这个一半的得分上面分数怎么样来发展。好球，好球，nice， 真的就在打点啊。现在靠着碧欣呢，慢慢在追分。他今天的发球
也有直接得分的记录。球啊，非常可惜。其实，在后场的毕鑫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对方接发并没有处理得非常好。对。但一想往前靠近的时候，这个球刚好是落在后场的位置上。其实澳洲队他们有一种打法，其实就是在接球上面，他是可以让接球能突破，或是他自己攻击。所以我觉得他刚刚那一个接发，其实应该是想要让他的搭档攻击，只是可能没有接到这么好。哇，这球挡得漂亮。好球！可惜了。但这一次的防守啊，其实是反应非常快速。对。对方的杀球，第一时间能够挡住。现在应该要赶快找出就是澳洲队他攻击的节奏。对，拦防上面，我们的拦防。防守后的举球稳定度，才会造就就是这一颗球能得分。在沙滩排球也就是2个人啊，所以人人都可以前排后排的不断的这个调动更换了。对。然后这个当然就跟室内的排球稍微有这么不一样。对。当然。不管是篮球啊、排球的运动，就是某些的这个运动单项，当然还是蛮要求这个先天的条件了。那从这场比赛技术上面、经验上面，很明显，当然毕鑫以及淑芬呢是绝对是优于对手。现在就是 Plessy 来到了网前，他在攻防两端上，其实都给我们台湾的这个一队呢造成了蛮大的考验。对。4分的落后，来，谢谢啊，这边暂停回来，对，直接送1分大礼。这或许是在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捩点。靠完了。还是有抓到啊，但是没有能够挡住，球被穿越了过来。其实时间抓的算蛮准的。球，雷出王，这个应该明显的。对，非常明显。这次裁判老师是不会错过了。罚球 ，nice， 推，把握，好球！这就是刚才这个南涵老师所提到，有时候不一定要做到这个最后一拍啊，时间来该攻就攻了，漂亮。的确，就在对方这个一开始暂停回来的发球失误之后，我们慢慢把比分给追进了。换场之后，依旧是刘碧鑫的发球。开个网了，好球！靠网。还能够跟到这边啊，直线上呢是有一个空档出现。这一次呢 ，Colin 呢也是有判断到防守的站位。来了，哇，这一个得分其实也是蛮巧妙的。在举球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伴随着进攻。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哇，这在篮球场上就叫这个
Now looking pass。也想换颜色，改变，慢慢两边都在改变进攻的节奏。又是 Plessy 再往前，哎呀！所以当然澳洲队这边的策略就很简单了，有在身材上有优势，就把这个优势的点呢就放在网前。所以不管在做球进攻上，或者是拦网上面呢，现在 Plessy 真的是这个带给我们蛮大的压力的。好球哦！二波的举球稳定度，然后再调整一下。开始没接好，稍微修正。好塞、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好，在追分的过程就是要够有耐心，够稳定，一分一分的追。来了 ，OK， 连追了3分。好，现在变成对方了，现在进入到了一波乱流了。打铁趁热。面对到常人的防守，马西鲍瓦德啊。对。因为球在那边是顺风向，它这边人又比较高，所以要有一个解读，就是如果你觉得比较靠网的时候，你一定要卡吧。对。但现在发球上面的策略也还蛮清楚的话，基本上就是第一时间一定是往 Colin 这边来做进攻了。理论上一定是想要让他去接第一个发球了。对。然后尽量去避免让 Plessy 呢能够再往前去做到攻击。3分差距。现在的气温呢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就目前我们现在是这个在海边啊。但今天目前的风势也没有到特别大，所以现场其实是有这么一点点闷热的。非常考验选手的体力。对。除了在过去呢，这个疫情期间啊，没有把这个 ABC 的赛事呢也找来台湾。但其实呢，已经有2度造访澎湖，而且也有一次呢，进入到桃园。对。那这已经是第4度呢，在台湾所举办的 ABC 的这个亚洲沙排的比赛。这个得分。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环境，其实都可以多办比赛。好球！这发球非常强，还能够救到。今天其实毕竟的发球啊，真的是也够稳，然后也带有这种杀伤力。来了。可能现在对方呢也知道呢这个毕星以及淑芬的企图了。对。球，好球！掉后场 ，nice。这时候真的就是要打得够巧了。拦网太高了。对。
要怎么越过呢？这一堵来自澳洲的高墙，现在是比赛的重点了。 Nice 啊！发球的直接得分。好，现在战成平手了。强。哇，在这个2楼的高空作业哦，真的也是没办法，因为我们是住在1楼半的住户啊。震撼教育。好球！再来一次，这简直就是前面一个 play 的复制贴上。聪明。这样子的进攻的策略执行啊是非常好。那既然你在往前，就代表其实另外一个队友呢就要在一个人守到这个后场的几乎是所有的范围。对。基本上位置调的够好的话，大概就是能够落地得分。14比14。好，可惜了。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一球。两边都在斗智，尔虞我诈。先把这球给接起来，刚好擦网进来。还有，第3颗了，好球！Nice。现在双方分数一路紧咬啊。方才我们就讲说，不要夜长梦多啊，比赛能不打到决胜局就不打到决胜局。现在最高落后到4分5分呢、那现在已经追成了平手，而且现在有机会反超。来看看淑芬的发球，突破，好球，接回来，对方还可以再重新做一颗，好球 ，nice， 机会来了，看看毕竟怎么处理，再来，想要掉这颗球啊，对方的人高手长，还是拦截到了。靠网一定要卡吧。要守一波了。这个举球。举球稍稍的轨迹，我们看一下啊。当然，有的时候这些细节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就是裁判不想哨的时候呢，我们也只能默默接受。哇，这个稍微调整一下没有了。这一波要撑住啊，要想办法撑住，对方已经来到了18分了。对，这举球都比较送的靠网。好，这个接发没问题。好球。掉后场。咬住啊！应该是轮到毕兴的发球。Yes。这时候不管了，这个没有鱼虾也好。只要能得分，现在1分差，比赛现在还有的打，双方换场。而且现在这边是属于逆风，在发球上，如果能控制好的话，是可以连续得分。关
关键时刻。Nice 啊，差一点点。马来西亚一波，这就是落地得分制啊，靠防守也能够得分的。先守住这，先来想办法把这个进攻组织做好。好球，好球，好球。所以前面现在看起来真的太靠网的时候，尤其是对方这个 Blaze 在往前啊，这个最终的结果都不大好。球太呛死了。被老师给说中了。好，来到了对方的 set point。这么一来，现在两边呢是21比17，然后现在是18比21，两边战成了局数1比1的平手了。那方才我们提到啊，在这个决胜局里面打的分数就不是21分了，对，15分，5的倍数换边。那由从21分这个来到了变成15分一局的比赛啊，因为当然分数减少了，那就代表你这个这个所谓的失误空间呢、就没有这么的大。对。哇，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啊！看谁的失误少。双方毕竟积分差是相差不到100分的，而且在这个比赛里面呢、可能这个排名上面呢也有机会在这个位置上面去互换。那当然也取决于在这次的屏东的公开赛啊，屏东站啊，是不是能够打出好成绩？对于这个毕竟已经输分来说，但其实在国内这种这个2人3人的，因为沙滩排球是2人运动，像3打3的这种运动的赛制状态，其实也跟沙滩排球一样，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环境、更多的资源，让选手多出去参加比赛。当然，能够把这个比赛邀请来到台湾啊，能够不用出国就能够赚积分，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第一个建立一个好的环境，好好的培训，然后能够有好的资源让选手出去啊，无后顾之忧的比赛。对，来到了决胜局，率先得分的是我们的台湾1队。球，哇，这球还能够接到，好，出界了，好球，好球。在过去我们转播过许多不同类型的比赛啊，就是在延长，现在也可以算是另类的延长决胜局，也可以把它算成延长赛了。延长赛先得分的这个团队啊，拿下胜利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这个杀球非常猛啊，很有气势。哇，这应该是本日最佳杀球了。直接连下了3分。好球。又让这个冯氏又让对方没有掌握到第一时间的进攻，赶快跟上。好球，连拿了4分，这是非常好的开局。我记得去年他们也是抽到澳洲，也是打了3局。哦，真的，这是宿命是。这个时候的命中注定啊，也不是坏事，因为在决胜局里面，我们打出了一波高潮，4比0，所以等于算是完成了差不多1/3的路程了。
对把接下来2/3的路走好啊，就带着分组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就可以在分组当中的，我觉得战况会更加的笃定。因为方才我们提到这是 H 组啊，在女子的单项上面的 H 组，3支的团队要来争取2个晋级的名额。分组一会比较好。哦，对啊。因为它也是，就是刚刚老师讲，就按照种子的排名积分了。那你积分越前面的话呢，就是越能够成为就是第一支，就是等于是在2支团队的一个组别当中了。暂停回来。好球！哇，我觉得我们前面都是在铺梗啊。现在不管是 Colin 还是 Placey 来到了往前，都抵挡不住我们的攻防，两端的这种攻势。我大概了解毕竟以及淑芬啊，因为现在场外的观众越来越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直播，就希望能够把比赛打得精彩刺激一点。精彩。好球！打铁要趁热，哇！现在瞬间啊，来到了决胜局当中，瞬间这个澳洲3队的2名球员啊都不在状态内。不管是在顺风边、逆风边的接发球，都出了很大的问题哦。对，其实毕竟他也有把球的力道发出来，因为他要拼发球。对。好，虽然终止了连续的得分，不过拉开了5分的差距。这时候千万不能志得意满，还需要稳扎稳打。outside。正确的判断 ，good shot。好，完成了一半了，7-1。好，又是有 Timmy 配合到了2楼作业。对。但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啊，对方做得好，该要给的分数你当然就是给，所以这就说为什么要这种趁着对方的这个乱流的时候要赶快把比分拉开。好，现在先考验自己第一个接发，又是发球过头。在这一局啊，免费送分，真的只能说他们也还蛮客气、蛮好客的。但打到第3局，你看 Placey 其实已经，我觉得体能是还蛮严重的下滑了啦。接完。在现在呢，有着这种转播的辅助上啊，各项的运动呢都可以透过挑战整个转播的过程呢，来提出挑战。那甚至在以后未来在更先进，很多的运动都已经有电子线审了。对。无论如何，这样子就是让比赛变得更加公平，不要有争议了。那6分的差距，应该现在对方，我刚刚看到这个 Placey 一打完球之后，直接双手撑着膝盖。其实我跟乃涵老师过去都是运动员哦。当出现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就大概就知道体能大概耗损的差不多了。对，体能开始下滑。又是在接发上，好能够修正回来，但是没有打过网。对方2位球员呢，可能都有些累了，而且分差一拉开之后啊，可能也对球员在斗志上面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对，因为毕竟他们还年轻。球，这个发球刚好过网带，好球，还在，好球，哎呀，可惜了。对，没关系，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东道主，就不要在这个决胜局这个分数的发展啊，搞得这么的不好看。不影响，不影响，不要影响自己的节奏。好，稍稍调整，来了，被对方打回来，再来组织下一波的攻击。好球！好球！这个手腕很阴柔啊。在场上，如果我们都讲，如果有九阳神功，当然是神功护体是一个非常厉害。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对不对？一些阴柔的这个功法呢，场上也蛮好用的。对，靠网了，又出，耶，对方出网。我们现在慢慢朝着比赛的胜利在前进。好球！这是比赛场上当然比较现实，也是比较残忍的一面了。正当我们的选手呢不断的这个状态持续加温的时候，刚好这个2位的澳洲的球员呢体能下滑的蛮严重的，而且发比较有速度，比较往他的上半身去发的时候，好像都能吃到他的球，就是比较容易失误。比较不好接的位置。现在决胜局里面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悬念，这边对方又要来做修正，这个位置有判断到，来看看 BC 九阴真经没有问题，都不强攻啊，我们都这个走阴柔路线，阴柔打点。对。所以这就是经验，就是说，如果遇到身材差不多的时候，可能在攻击点上啊、制高点上自己有优势，那当然就朝着这个路径来走。对。但现在是对方有优势的时候呢，就要见招拆招的打点。还有，nice！我们的15分得分了，转换出手的节奏。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场比赛的胜利就在眼前，因为我们已经听牌了，来到了赛末点 ，Match Point。如果等下结束短收。来了。好球啊！可惜了，一些，判断到了。好事多磨，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大幅度的领先啊，这场比赛真的目前呢是非常有底气的。先做好接发，10分的这一次点进来得分，比赛结束。好，最终呢就是花了3局啊，但是我们的台湾一队刘比行吴淑芬还是这个力克了对手2比1，拿下了分组的第1场比赛胜利。而且在待会呢，我们就要转换到男子组的赛事，所以也恳请所有的这个网络前的观众朋友要持续锁定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现场直播。在接下来的下一场比赛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台湾队也要出战这个泰国的组合。所以观众朋友要持续锁定，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